你看我今天好看吗？你穿什么都好看。真的？嗯。那我今天当你的舞伴吧。嗯。谢谢。多谢你。米总，你愿意大驾光临，我真的觉得我们这里都蓬荜生辉了。嗨，陈金宇亲自送的请柬，我怎么也得给点面子。怎么着，东西还没弄到手啊？那怎么会啊？如果我们没有十足的把握的话，怎么好意思跟你讲这个事儿呢？尊敬的各位来宾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晚上好！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莅临天诺珠宝的招待酒会。各位的到来是对天诺最好的支持与肯定。天诺有今天的成绩，是各位支持与肯定的结果。天诺珠宝从今天起决定在投资、互联网商业、房地产开发，并争取在3年之内融资上市。今天我代表天诺珠宝，代表我们陈家，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与参与。让我们共同举杯，欢度今晚美好时光。谢谢各位。夏小姐，想跟我跳个舞吧？我还在工作。怎么着？让位了？我这头上的疤还没好呢，我都不起床，这个面子得给吧？你要了陈明宇500万。嗨，那是他巴结你啊，我不过就是个试金石。你是个混蛋！干嘛？你敢喊的话，我就说你耍流氓。请吧。换个舞伴吧。期待已久。休想！别生气了。我不需要你的那些珠宝来哄我开心。那你喜欢什么？什么都不要，我不要你送我东西。我不是东西，你要吗？我才不要！谁爱要谁要。真的？东西准备好了吗？当然准备好了。来，放吧。今天晚上成不成就看他了。小薇，喝杯酒，来喝一杯。喝一杯。来，干杯。干了吧。喝呀。头好晕啊！头好疼，好热，头也……不会是下酒吧？头好晕，热。我帮你开空调。
热。你快洗洗，去睡了。我要留在结婚那天。丹婷，丹婷，一定要淡定。好难受，哪里难受？想吐啊！来，好了，来。那。金宇，你觉得我们这样对明宇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天诺危在旦夕，为救天诺，怎么做都不过分。可是，他毕竟是你亲弟弟，你这样对他，你不觉得心里愧疚吗？天诺在，什么都在；天诺没了，什么都是白扯。可是你就没有想过吗？他们俩就算在一起了，也未必会结婚啊。生米煮成熟饭，一切事都好谈。我失控了吗？夏薇啊，你好好想一想，昨天干什么了？怎么一点也想不起来？你没事吧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谁帮我脱的衣服？你自己脱的。不可能！哎呀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昨天你喝多了，我也喝多了，发生什么事情很正常。不正常！啊！出去！哎呀，完了完了，被发现了！酒醒了？昨晚什么酒？肯定是假的。明宇，
就你一个人吗？夏薇呢？她在洗手间。那你们两个……快点穿好衣服，我们去吃早餐。哦。陈总，我猜的没错吧？花总没把那孩子做了，医生说他上了手术台就下来了。你确认？绝对没问题。花总肯定是想把这孩子生下来。我知道了，这件事儿知道的范围仅限于你和我。这，您不说我也知道。盯好了吴刚。吴刚现在就在花总办公室呢。我知道了，你去吧。啊。我不要。电脑辐射对胎儿不好，你应该穿防辐射服。穿这种衣服，全公司的人不都知道我怀孕了吗？我才不穿呢。你应该跟陈金宇说清楚，孩子是他的，他有权利知道。让他知道，他就只会让我把孩子打掉。现在孩子才3个多月，胎位还不稳，等以后再说吧。这衣服穿在西装里边，应该看不出来。太麻烦了，算了吧。为了孩子，坚持一下。穿这样的衣服，那得显得我有多胖啊！我才不穿呢。我这是买的最薄的，你试试看。不穿。怎么说，我也是一番好意。来，穿上，让我看看。是真拿你没办法。来，试试。太麻烦了，真是。挺好的，一点都看不出来。来，金宇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吧。这位是我新请的摄影师。
吴刚。陈金宇，幸会。你好，陈总。我们最近有什么拍摄任务吗？没有，是别的事情。啊，我马上要开一个摄影展，特地来邀请他参加。好，一看就非常有才华。刘姐啊，他开影展的时候，替我送个花篮给他。谢谢。要不你们先谈着正事儿，我回头再找你啊。哦不，我们都谈完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好，再见。他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，你别误会。你难得有好朋友，非常好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哦，那3份病理报告都拿到了吗？就这个事，3份都拿到了。好，你办事儿我放心。对了，你这屋里啊温度有点低，别感冒，别着凉了啊。你是不是特别不愿意啊？愿意什么？跟我接近啊？这和我想的不一样。你幻想过啊？我真不记得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了。如果不记得，那就再来一遍。你离我远点儿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不是那种女孩。好了好了，不跟你闹了，大惊小怪的。不是我大惊小怪，是你这个人没有责任心。我现在心里可烦了，你别给我上课。爱情的美好就在于，你知道有一天会跟他那个，他也知道有一天会跟你那个，可是你俩都不知道这是哪一天。这时候的感觉就是爱情的美好啊！你说我为什么会喝这么多酒？不该喝酒，真是无视。这不挺好的事儿吗？干嘛这么焦躁啊？这太突然了。你知道他什么反应吗？他就跟没事人一样，还整天跟我嘻嘻哈哈的，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。这对他本来就不算什么事儿，你让他有什么反应啊？我最讨厌他这个样子，嬉皮笑脸、吊儿郎当的。我认为很重要的事，他就觉得无所谓。想租房子租房子，想送戒指送戒指。我们还没结婚呢，他怎么可以这样？别大惊小怪的啊！你也说我大惊小怪。潘美，这可是我的第一次。所有美好都没了。红玉，好久不见了，你的球技又有长进了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是啊，当初我就应该听你的。我一个华人教练很难打入他们的圈子。那你这次回来准备干嘛？走吧，吃饭的时候再慢慢聊。
人都到齐了。妈干嘛呢？就是啊，怎么还不下来啊？去催催。不用催。妈，你今天穿的也太漂亮了。妈，你要去相亲啊？明宇，别这么说话。妈，穿这么隆重，您这是？妈，昨晚你没有参加酒会，真的很可惜。唉，今天我去医院了。这是我的病理报告，看看吧。脑瘤。脑瘤？这会不会搞错了？啊？是医院拿错报告了吗？一定是名字搞错了。小伟，你们医院不是经常发生这种事情吗？是会发生这种情况，但是，阿姨，您是去的哪家医院？要不然再去附属医院的神经外科看一下，那边专家比较多。妈，我们现在就去医院。对啊，有时候一种病会有2种不同的结果。明宇，夏薇，别再浪费我的时间了，行吗？妈，看病怎么是浪费时间呢？你平常好好的，只是有点血压高，突然得了脑瘤，一定是搞错了。妈。对呀，妈，你想啊，这肿瘤可不是小事儿，我们不能不谨慎啊，要不然我们再找个医院去看看。这已经是第3家医院的报告结果了，看看吧，深部脑膜瘤。夏薇啊，这个病的严重性，你应该比我清楚吧？能做手术吗？这是神经外科，我也不太清楚啊。你不是医生吗？明宇，冷静一点。你叫我怎么冷静？明宇，我不做手术的。这脑膜瘤做了手术，有可能就瘫在床上了。我不想冒这个风险。妈，那可以化疗啊，我们化疗吧。我不想化疗，医生说都到了晚期了，就2、3个月的时间了，不化疗行吗？哎呀，行了，你们别难受了，我还有最后一件事求你们。妈，去做治疗吧。你跟夏薇结婚吧，我想看到你们成家。妈，我们结什么婚呢？你现在这种情况，不管花多少钱，一定要好起来。哎呀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们我都成这样，你们就顺我一次行不行啊？哎，你们是不是像你爸那样，带着遗憾走？啊？妈就一个心愿。小薇啊，妈求你了，小薇，阿姨，答应我嫁给明宇，行吗？别再拒绝我，嫁给他，答应我，答应我。好孩子，阿姨。结果都是一样。
是啊，我觉得我们做晚辈的，现在的确应该想一想，怎么让妈妈安度最后的时光。夏薇，我们明天去领结婚证好吗？太急了吧？再说，我也得告诉我妈一声啊。那就打个电话给她就行了。她现在都不接我电话。那她一辈子不接你电话，我要等一辈子啊！明宇，我尊重你妈，但你也得尊重我妈呀。明宇，我觉得小薇说的对，再怎么急，也急不到明天就要领结婚证的程度。结婚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讲是头等大事，她的确应该跟她妈妈商量商量，这是起码的礼节。小薇啊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明天呢，我让明宇跟你回趟杭州，你们俩直接去见见你妈。如果你妈同意的话，你们就立刻在杭州把结婚证领了，好吗？就听你的吧。好吧。我打算和夏薇去杭州找她妈妈。去杭州找何以琛？结婚这个事情，还是要和她妈妈商量一下。哎呦，他妈要不同意怎么办呢？妈，我保证，我一定会把结婚证带回来给你看。行，但是不能空手去。这10万块钱算是彩礼钱，你拿着。不用，我有钱。这钱我们必须要出，不能让何以琛挑我们的理，明白吗？哦，知道了。文文，可以，嫁一个这么好的人家，你可算是咸鱼翻身了。我看是你咸鱼翻身吧。潘梅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这是为小姨能找到这样一个金龟婿而感到高兴。就你小姨那脾气，估计高兴不起来。这不明摆着啊，让文文为陈明宇他妈冲喜吗？是他妈妈求我的，我也不好拒绝。这结婚是大事儿，最起码得双方父母坐下来商量商量，可不能草草率率的把自己嫁出去了。你是女方家，这方面得慎重一些。我妈说的对，这结婚之前啊，把该说的该给的都说清楚了，免得你婚后啊后悔都来不及。哎，我说，结婚这么美好的事情，怎么被你们说的那么俗啊？我姐跟陈明宇那是两情相悦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把这儿那么一领，我跟你说，爱情就开花结果了，知不知道？这结婚能跟谈恋爱一样吗？文文，陈明宇去见小姨，该给的彩礼钱都给了吧？哎，你怎么就知道钱啊？我妹妹出嫁，我这当哥的必须得把该想的都给她想到了。这是必须的，是他们家娶媳妇儿，该出的彩礼钱一定得要。姨妈，明宇他妈妈已经给了10万块钱做彩礼了。啊，10万？瞧你那点出息，10万块，怎么你得给50万呢？哥，这明宇已经为我还了500万给米尚奇，他把厂子都卖了，他哪里还有钱啊？再说了，我结婚又不是卖身。难得文文找了个好孩子，这样的男人不多了。日后文文呀，可得好好待人家。我知道了，姨妈。嗯。哎呦！怎么弄的？来，快让我看看。扭到了。这么不小心呢？行了，别吹了。走，包扎一下。啊，来，手给我。哎，疼！别乱动。
我知道你疼，一点都不小心。还疼吗？疼。你是不是不开心啊？没有啊。别骗我了。好了。以后啊，我就是你的汤药，有什么不开心的告诉我好吗？哟，夏薇呀，有阵子没来了，最近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哦，哎，你母亲在杭州怎么样啊？还好吧？她也挺好的，我明天就去杭州看她。哦，咱妈一个人在杭州没人照顾，不方便，哪天抽空把她接回来。咱妈的，叫得怪亲的。要不请个假陪你去？明天陈明宇跟我一块儿去。别让他去，咱妈不愿意见他。这次回去是领结婚证的。哎，好事儿啊！你能嫁给有钱人，你们母女俩可真算是熬出头了。你想清楚了吗？你认识他多久？1个月。你了解他吗？你了解他们家人？这闪婚闪得也太快了吧！你看看现在这些闪婚的，不就是因为一时冲动？你看现在因为这事儿那事儿闹离婚。你说什么呢？人家愿意嫁，你说这些个干什么呀？夏薇，结婚是大事儿，你得想清楚了。明宇他妈妈得了脑癌晚期，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我们也是想让他高兴一下。哦，这是要冲喜呀！行，冲什么喜啊？都什么年代了？哎，人家要找个有钱人，咱们应该替人家高兴啊！夏薇啊，恭喜啊！谢谢阿姨。那我其实就是来和你们说一声，我明天就走了。幸福，你跑车注意安全。不打扰你们了。我走了，再见。哎呦，就走啊？那走好啊，再见。幸福啊，你去送送啊。夏薇，你真要嫁给他？不是你想好了吗？我当然想清楚了。夏薇，我知道你是为我高兴，等我回来。说多少回了，你们俩没戏，你就是不听。看见了吧？你就是对人家再好，人家打心眼里还是看不上你。你呀，你跟人家就是不配。行，别说了。行了，你也别难过了啊。妈明儿就给你安排相亲去啊。要相你相去。哥，过2天就回来了，不用送了。行，哎，户口本都带了。带了。好。小薇，到了杭州之后，跟你妈问好。好，知道。那等你们好消息了。对了，明宇啊，夏薇的妈妈也是你的妈妈。到了杭州之后啊，对她妈妈好一点，别惹她妈妈生气啊。我跟你说几句话啊。到了杭州之后，马上办结婚证的事儿，别让咱妈等太久了，让她不放心啊。知道。还有啊，到了杭州之后，结婚证的事儿千万不能让红玉知道，不然的话她一定会来捣乱的。行了，不接她电话就可以了。行，随时给我打电话，实在不行，我来杭州帮你。不用了，你在这里照顾妈就行了。好，哎，随时保持联系啊。走了啊。啊，再见啊。好，拜拜，等你们好消息啊。走了，一路平安。拜拜。
你的计划就要成功了，高兴吗？天珠没有拿到手之前，高兴不起来。走吧。小姐您好，请问您找哪位？找你们陈总。您找哪位陈总？陈明宇。哦，陈董事长不在。不在？去哪儿了？这我就不清楚了。那陈金宇在不在？您等一下，我打电话问问。打什么电话？进。金宇哥。明宇呢？红玉啊，明宇出差了。去哪儿了？去河南郑州了，要3、4天才能回来。你有事儿啊？没事儿。哦，哎，你这手是怎么了？训练的时候不小心弄伤的。这教练是怎么搞的呀？马上比赛了，怎么还让你受伤呢？我已经换掉教练了。应该换。那没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当心点啊。刚才红玉来我办公室了，你记住，在这1周之内，你必须寸步不离红玉，知道吗？明白。哎，伙计，松阳路。有急事帮个忙跑一趟呗。你眼睛瞎呀？停运。你说啥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你眼睛瞎，耳朵也聋了。我说停运。你鞋给打了吧你！来呀，打！这幅照片是2009年的时候拍的。哎，这照片里的人，不就是他吗？对啊，是他，是吧？是他。这幅照片为什么叫执子之手呢？因为我们当时拍的是一个手模。7年前在大街上，是吴刚先生发现了我。那个时候，我是他的模特。那你们是夫妻吗？不是。那怎么能叫执子之手呢？死生契阔，与子成悦；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这是《诗经·背风》里面的击鼓篇。今生拉着你的手，与你永结美好，与你白头到老，永不分离。这是传承千百年以来的对美好爱情的代名词。那也没有与子偕老啊。击鼓其实讲的就是战争，不论是穷兵黩武的四处征战，还是保卫国家的战争，对战士来说，将要面对的就是与亲人和爱人的分离。这次分离，也许很短暂，也许很长，甚至是长于一生。那这跟照片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执子之手未必会与子偕老，但是曾经的誓言一定要兑现。每时每刻都有花开花落去，每时每刻都会成为过去和记忆。你
我的相聚都是那么珍贵，每一个时光再给力也要失去，每时每刻都有运转风起，哦，每时每刻都有精彩和奇迹，你我的相聚都是那么的不易，可歌可泣的成功再陶醉也要清醒，每时每刻都有潮落潮起，每时每刻都有困惑和纠结，你我的别离都是那么的难舍，可知可感的真诚在忙碌也要珍惜，每时每刻都有潮落潮起，每时每刻都有困惑和纠结，你我的别离都是那么的难舍，可知可感的真诚在忙碌也要珍惜，每时每刻都有运转风起，哦，每时每刻都有精彩和奇迹，你我的相聚都是那么的不易，可歌可泣的成功再陶醉也要清醒，每时每刻都有潮落潮起，每时每刻都有困惑和纠结，你我的别离都是那么的难舍，每时每刻你我都快乐在每个日子里，每时每刻你我都应快乐在每个当下，快乐